反对公司预算，呱吉轰蓝营泄愤式监督，毁灭台湾文化。资深媒体监督不是毁灭，乱改预算只可能会持续再演，不能解决问题呀。还有谁上传？啊，这不是快被罢免的吴佩益吗？删除预算让公司关台。为什么会被删这么惨？三立民视近100亿标案，每年平均拿11亿限制性标案。什么叫限制性标案？专案专给案。所以我就问一个问题：没有删的空间吗？根本没删，只删了1%的公式，在那边造谣带风向。所以呢，只要颜色对了，赚翻了哦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傅昆萁之前不是下令要把民进党的文宣经费通通砍光冻结吗？说啊，矛头指向各大部会大内宣哦，把媒体文宣经费通通删除，速发部、NCC、陆委会业务费删除成1元哦。那另外呢，潜舰预算呢，先冻结18亿，海测过后才能动支。此话一出，绿色侧翼啊就爆气了。为什么？第一个，蓝才刚喊文宣费用全砍，绿营就炸裂，绿委说不要牺牲人民啊！你看哦，冷气团来袭，拿出你的外套吧！你看蓝白小人啊，这是内政部的文宣哦。你觉得这种文宣还要给他继续吗？不是太瞎、太夸张了吧？这时候呢，真的是侧翼啦，呱吉马上上车哦！民意代表审查预算期间砍预算，天经地义，监督政府避免预算腐烂使用，工作职责也是民意代表的能力指标之一。所以我不反对任何一位民进代表砍政府预算，因为他干过民意代表，所以呢，他先打预防针，然后呱吉接着就上传了哦。举例来说呢，客委会是否应该补助大港开唱，见仁见智。客委会不补助大港开唱，音乐季也未必办不起来。当然，议员期间我们常常遇到各种利益良善，但补助科目并不合理，最后研议改用其他名目继续支持的做法。什么意思？可以砍，但是可以挪用啊。然后呢，讲到这里看起来好像讲得很公正，对不对？马上话锋一转，但是每一项预算的删减都代表一种政治态度。以客委会不应该补助大港开唱为例这件事，意思并不是反对客家文化，也不是反对大港开唱，而是反对用赞助音乐季的方式来推广客家文化。不管你来台湾的黄连玉或者中国广东的九连真人唱客家歌曲，这种客家文化不是我要的，这就是删预算背后的态度。你们可以站在自己的视角评断一下是否合理。讲了老半天说，哎呀，你这个是一种态度，好，可是这带什么风向？砍这预算就是否定这个东西，砍预算既可以是否定这件事，也可以叫你做好，因为你没做好，所以你今年别做了，你明年重新再来过，你明年再编。那我就看你的态度咯。而且砍预算事前是有一个沟通的期程的，如果你沟通完，你确定你的预算你要怎么使用，然后得到了立法院的认可，你还是可以保留一部分的预算，或者你甚至可以保留大部分的预算，甚至你可以全部保留，端看你的态度。你不来沟通，不来协调，不来讨论，你要硬碰硬，那只有剩下砍。我不砍你，我不是塑胶的吗？那监督个屁啊！好，来哦，真正上大船的是什么呢？国民党提案公视影视流行音乐推动辅导预算23亿全砍，公视经营绩效确实是个讨论议题，我没有说服任何人谁来晚餐或青年代言人都是好看节目，台湾 Plus 是好是坏也是公平。但如果删除公视全部影视节目补助，原因在于公视的政治立场偏颇，这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啊！所以这一件指控里面涉及第一个什么？他先画个圆场说，哎呀，我没有说哪个节目特别好，他的经营绩效也是，因为公视经营绩效真的很不好，台湾 Plus 的经营绩效更烂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台湾 Plus 近3年烧掉了30亿，要知道一家电视台1年它的总消耗大概就在6亿左右，一个不是电视台的计划1年要烧掉10亿，3年烧掉将近30亿，30亿啊！那我们伟大的呱吉呢，他竟然还说叫可受公平啊，然后最后呢，预算一定可以砍，有考论空间。目前删减预算动作也在提案阶段，我们还有改变现实的机会，需要每个人参与和讨论影响那些靠选票拥有权利的民意代表，不要只因为政治立场而站队。你想要的是什么未来呢？至少我不赞成全面删除公视预算，这种泄愤式的政府监督方式只是毁灭我们的文化而已。呱吉此文一出，新闻怎么报？自由马上跟进，3明治就来了，反对公视预算，呱吉轰蓝营泄愤式监督，毁灭台湾文化。国民党以报道偏颇、历史戏剧篡改历史的原因，
提案全数删除，文化部补助公视23亿预算，你把公视做成党媒，被删是刚好而已，但事实上根本没删。科技立委葛如君他有参与这个过程，敬请公视不要被害妄想，勤勒工作，审查预算是立法委员天职，在野党政治表态空间削减金额，只是委员争取讨论谈判空间的提案，并非最终定案。国民党是民主政党，互助合作也有充分讨论。坊间流传删除公视23亿子虚乌有，请公视不要钻漏洞，打擦边球，增加大众误解，真的超不要脸的。你自己看哦，呱吉几点发的？下午4点37。然后呢，那5点12分就已经更正了。然后呱吉有没有再 po 新的文章呢？据我查证的时间点，没有。我造完谣结束了，我干嘛还需要回答问题啊？不需要，反正我该讲的讲完了，我不解释。下面的小青鸟们气炸，人家就没有要跟你讨论呐！没有讨论。别忘了一件事，蓝军认为台湾没有本土化，没有本土化。谢谢呱吉，但有人会说你包牌，不就包牌吗？目前其实也毁灭文化不是最绝，蓝白铁拳势必要声明涂炭，还有谁上传？哎呀，老熟人啊，是不是？什么时候发的？下午5点46，葛如君都已经跟你 po 文，都在5点12分了，5点46还有人上传啊！我们资深媒体人呢，怎么说呢？监督不是毁灭，立院有全省预算，针对浮编、滥编、乱编执行不力、成效不佳，可以冻结式乱删，但一口气全删，各部会都删，连漫画梗图也删，真的是给人泄愤式毁灭政府的感觉耶！好怕哦！不是啊，就没删啊，你是要怎样？当然他一定说，哎，没有，那是针对其他部会的啦，是不是？监督不是毁灭，乱砍预算只可能会持续在野，不能解决问题呀。前面哦，没有一句提到公视哦，好，所以也就说，你是不是在带风向？家资深媒体人就没有说删公视的预算，历史哥造谣抹黑哦，真的是这样吗？哎，众怒难犯，什么东西众怒难犯？公视预算被删，众怒难犯。还有谁上传？哎呀，这不是快被罢免的吴佩益嘛？删错预算让公视关台，全员造谣呢。我跟你讲，到底为什么会被删这么惨？1月3号，当时就被爆出驻发部清洁工月薪5万。被发现是换个名义养网军，每年支出4000万给清洁工58人，平均每人每月5.6万，这个还不中。早在去年10月8号，我们的国家宣传预算怎么编的？三立民视近100亿标案，每年平均拿11亿限制性标案。什么叫限制性标案？专案专给啦，讲白就这么简单啦。民视94%独拿，所以我就问一个问题嘛，没有删的空间吗？根本没删，只删了1%的公视，在那边造谣带风向，为什么要砍掉？答案就这么简单吧。所以呢，只要颜色对了，咱台湾人民可以站起来，咱的钱落地啊，可会霸起来，咱的钱可会坐起来，咱的生活可会好起来，咱的颜色可会吹起来。哦，好赞！